好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延续的还不错，不错，看起来也是蛮简洁的。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割看看啊，北香看看。这个丝膜，撕掉，好的。接下来就打开它，还有一定的阻尼感。那这个 Insta360X3 已经出到第3代，所以叫做 X3 啊。那之前也有很多的型号。我们可以开箱之后，我们看到，首先就是它的本体，看起来沉甸甸的还不错，比一只大约有2只 iPhone 的重量，那体积很像以前小10几年前，快20年前的翻盖手机的大小。那等一下规格我们再细说，我们先看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做工品质上看起来还不错，品质看起来还不错。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前后都有镜头，还有一个大萤幕，那底下有一个螺丝孔，可以接延长杆或者是底座用的。那看看它还有什么。这个应该是配件盒，塞得蛮紧的。好，我们可以打开看看，拿开。好，是在侧面打开，看到。好，首先这个是连接线，充电连接线一个。再来是一个随行的包包，装上去，简便式的 C 型袋而已简便式的 C 型袋，你可以把它塞进去看一下。哇，还蛮紧的还蛮紧的。好，那产品就是这样，还蛮紧的。OK， 这个包包先放旁边。那其他的就是一些手册、日文指南，中英文的都有，还有贴纸，还有身上贴纸。这个是什么？这个打开看一下，这是一个包装。一个视镜布，它是镜头的视镜布，那当然，它本体并没有附这个这个记忆卡，所以我朋友也加买了个128G 的那个记忆卡，那是 Micro 的，速度会也是买比较快的。Micro 系列，那还有就是这个它 Insta360这个自拍杆，这是原厂的自拍杆，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这个自拍杆，它的阻尼感比较强它可以伸缩，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重量也还可以，还蛮轻的，就是阻尼感很强。因为为了那个安全的设计的部分，所以它设计的在那个伸缩的阻尼感会比较强。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体的部分，在右侧的部分，还有这个电源键
台积键啊，还有这个快速拍摄的功能。然后这里有个电源指示灯，那前后有2个镜头。那由于它镜头是超广角突出的，所以最好是有贴一下保护贴啊，或者是保护镜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突出这么多，放在平面的时候，它也会凸出来一大份啊。OK， 那左侧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方这边有一个盖子，往上就可以充电啊，可以充电。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充电。那用随附的 USB-C 直接插进来，直接插进来。那在另外一头，你可以插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行动电源或者是充电的任何电源。那下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这种开关是上下要捏住，它就弹出来。这是它的电池，这是它的电池。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SD 卡装进去，那它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依照这里中间它 SD 卡有一个指示，那我就依照这样它的形状把它塞进去。塞进去之后，它有个小弹簧，它会有个掉掉的声音啊。再来是把这个接触点是往下方就本体的下方，这样塞进去。好，用力一按，那就进去了。好，那为了测试的方便，我们先把它充电，看看它到底有没有电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首先按住电源键一下，好，它就会开机了。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快捷键，好，那我们按一下，那它就会依序可以选择。看你是要触控萤幕要滑动，还是按这个快捷键依序。那我们看看这个是触控萤幕，那如果我们由上往下滑，那就可以出现设定有很多。那看看，如果说你有用这个保护镜，镜头有用保护镜，你就要选择这一个镜头保护镜的设定。那还有就是潜水的话，防水壳这个是防水壳。那这是风噪，麦克风风噪的设定，还有监听、连接蓝牙耳机，或者是原厂的遥控器这是萤幕的亮度设定。那设定这边有个 USB 模式，那这个 USB 模式进去，要选择这个 U 盘模式，你就可以直接透过左边的 USB 口直接连接电脑可以直接读取里面的照片或者是影片的资料档或者说原厂的闪存伴侣还是 Android 手机OK。那底下这里有 WiFi 的设置、蓝牙唤醒，那还有语音控制可以直接用语音来控制这台机器的拍摄或暂停。底下的码率、视频的锐度等等，然后自动萤幕的关闭时间、自动关机往上滑那如果是往左滑好，那我们会看到，可以看到这个是可以预览照片跟影片 OK。那再往滑回去，还有这个是预览的拍摄画面。如果直接在中间
荧幕中间往左滑往后滑，它就会开启这个拍摄模式，是单镜头的还是这个要把360度的？我们先开启这个360度的，点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就是环景的，这个环景的画面。那如果说我由荧幕的右边往左滑，那我就会看到有这个是设定，这个是白平衡的设定。那往下面滑，还有 EV 的部分，还有色彩的部分是鲜艳、标准还是 log？ 那可以自由设。那如果是手动的话，你可以调整快门、ISO、白平衡等等，就可以调控快门，或者是 ISO 的设定。那其实一般自动就可以了，再从这边滑过来就好了。那如果说我要切换模式，是直接按荧幕的中间滑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另外一个方法是，下方这里有一个镜头，这样点击一下，它就可以直接切换模式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360度的部分，它有普通的录像360度，也有运动的 HDR， 还有个就是静态的延时摄影，这个是移动的动态的延时摄影。那还有这个是子弹时间，再来是一种循环录影，循环录影就等于同意你把它当成是行车记录器在用。还有就是夜间的星空模式，或者是 burst 的连拍、9连拍，那也可以手动的间隔拍照来做缩时摄影，那也可以拍 HDR 的照片，普通的拍照等等，模式很多。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借由等一下那个在介绍剪接软体的时候，一并讲解各种模式的优劣。的优点跟缺点。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点击这个画质跟帧率的部分，那你也可以调整。像这个全景它就 5.7K 跟 4K 选择，那 4K 的话可以选择到60帧的部分，就是60格。那除此之外，如果要录影的话，就直接按这里，左方这里直接按，它就会开始录影，然后直接开始，然后再按一下，好，那就可以停止录影。那右下方这个呢？右下方这个是镜头的转换键，再来，那就可以切换前后镜头，说前换镜头就是单镜头，全景模式单镜头，前后这样循环的切换。先说说结论，在 Insta360X3 里面的优点是，它可以先拍摄，不管什么样的角度，只要你自拍杆或者是手拿起来就可以拍摄。那事后再剪接软体再来取景，或者是变换镜头，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的，譬如在 4K 的模式以上的话，如果放在一般的电脑来观看的话，它的画质确实是不够优良，没有办法跟单眼相机等等之类的镜头相比。但它还是有其他的优点，譬如说，如果你只输出 1080p 在手机上面剪接的话，它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现在这些播放的实际的影片没有后置，大家可以比较参考看看。现在来跟各位介绍这个 Insta360的电脑端的编辑软体。首先，我们可以选择按这个打开档案的按钮，或者是
按这里加号，它就会弹出视窗。那看你的这个影片的资料放在哪一个资料夹啊？像我是选择这个 Camera 01。那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啊，它的副导名 LRV。那因为它是全景相机，所以如果你拍全景360度，它每一段影片它会有3个档案，一个是工程的陀螺仪的记录，还有前后镜头的影片啊，它的副导名是 LRV。那如果是单镜头的，比如说这个，它就是 MP4 的格式啊。那我们选择选，然后把它打开啊，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在载入档案。稍待一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由左边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这边左上角影片的预览图，左上角哦，它会有 Pro， 它各种影片格式，好像这个是全景 5.7K 的，那这个是动态缩时的，它左上角都会有一个简略的小图示，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底下这个是它的时间轴。那如果是全景相机的话，它就这边的选项会有比较多的选项，像这个，因为它是单镜头，这个是单镜头前面的，那它现在这个格式 Pro 就是说可以有广角的部分可以调整。那如果你是这个是拍 2.7K 的，那如果是拍 4K 的，像这个，那双击2下它才会切换预览图，它才会切换。它只有这个只可以处理右手边这边的选项，只可以处理这个通透增强，或者是说这个色彩增强，那或者是你水下色彩，譬如说你潜水的时候，那这边有这个麦克风的声音，那这边可以用人声增强，或者是环境音消除，那在 2.7K 的部分，这边选项就比较多了，它有一个防震的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防震是有打开的。那我即使把它关掉，你看，这就是没有防震的效果。当然，它这个 Flow Stay 它也是所谓电子防震它防震有2种，一种是穿越机 FPV 防震，那一种是像现在是 Flow Stay。那差别就是在水平轴的部分会有所差别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视点的选择譬如说我们要回到最初的这边视点的选择，现在是线性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视角广角、超广角还有就是去除畸变。譬如说这个现在是有去除畸变，那我们要点一下就没有去除畸变。那你会看到就是说这广角镜头鱼眼的周围会有变形弯曲的部分。那我们点击这个去除畸变它就会稍微修正，但是也没有办法全部100%请各位要注意一下。那这个图像处理一样会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全景的部分，全景镜头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全景镜头的部分，它一样依序会有这个 Flow Stay 的防震，它只有一种不像那单镜头了，有2种可以让你选择。那这个方向锁定，所谓方向锁定就是依照你全镜头的视角来锁定它。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的影片它在走了，它是视角。那当然，在这个播放的过程、预览的过程，你可以随意调整360度的视角那可以上可以下可以上可以下OK。那再来就是一样是图形处理的部分，譬如说现在是色彩增强或者是说通透增强。那通透增强跟色彩增强只能2择1那看你的需求。当然。等一下会讲到这个画质的部分，还有就是 logo 的部分，还有就是工程档案，你是要新增那这是它的档案属性。OK，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再来就是另外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动态延时，动态延时。那我们可以播放看看动态延时，这是还蛮有趣的啦哈。5K 的部分，这也是全景。那我依序可以知道。那譬如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到底怎么操作嘞？在左手边它是所谓的自由剪接，我们看它上方。那如果我点击这个，把一个眼睛这样，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360度的预览哦。那你预览就可以在这边，这边有了切换模式哦，投影的切换模式哦。现在这个是鱼眼哦 ，OK。再来就是地球，它会缩成这样，再一个圆形的视角啊，这当中当然都还可以再切换，随时都可以切换你的视角，滑鼠左键按着拖放就可以。那再来就是所谓这个机型校正的部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为它的通透模式啊，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建筑物都是直的，那这个你看建筑物就弯曲了，好，树也弯曲了，好，那我们把它校正回来，好，它就变得比较直了啊，建筑物越远方越直 ，OK， 接下来再来示范一下这个如何编辑的部分，我们切回来这个自由剪接，那各位要注意的是。这个切换影片的时候，要双击左键滑鼠，它才会变换你目前编辑的影片。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所谓的关键帧，标记为关键帧哈，就是关键点。那这个是可以智能追踪，就是随意你画一下，它会追踪这个物件、物体哦，或者是人物。那这个是分段调速，好。看你要哪一段要加快，或者是变成慢动作。那这个是缩小这个时间线的部分，放大缩小，可以看到放大缩小时间线的部分。那这个按钮是绘出的部分，绘出的部分。那等一下再做介绍。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把声音拉到最大，好。那我们在设立的时间，譬如说我现在要追踪一个，譬如说追踪一个，好，那我们就把它拖放，我追踪它，好，拖放，那就按开始追踪，或者是加上使目标居中，它就会自动把这个视角，这个人物在影片上居中，好，现在按开始追踪，那追踪要一段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时间轴这边会有拖，它现在开始追踪。那速度的话也不算很快，那可以依照你的需求，看你要追踪多久。好，没有让我们停止追踪。好，那我们可以把时间轴拉回来，好，就是白色直立横杠这一条，你左键按住拖着放，按。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现在就会居中。好，那如何编辑？如果说你现在依照一直这个视角的话，它输出的时候就会依照现在这个视角。那如何去变换它？那我就譬如说在这个时间点，我增加一个。深度追踪不能，好，那我就拖放，不要再深度追踪 ，OK， 拖放，我增加一个，好，那时间点这里有一个铅笔的圆点，它也显示出来。那现在是鱼眼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是歪歪的，那我可以把它调整，在这个时间点，它会变成是透视，透视就是说机型校正的部分，当然也随之的它也会放大，那它放大之后。这里有一个差别，画质的差别就是在于它指中间的部分，在这个中间大约1/3的部分，
它是比较清楚的，画质会比较清楚。那因为它放大之后做校正，所以在两旁视角的周围，它会变得画质会变得比较模糊。如果说你的影片人物有居中的话，那可以用这个透视，所谓机型校正的部分的功能的视角，头视的视角来看的，这个影片比较不会奇怪。那如果说你需要看全景的话，或者是说你拍的是前镜头、后镜头是空景，比如说是风景的部分，人物也没有说特别突出，那建议就是改用鱼眼，那四周中间含四周会比较清楚，世界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当然这当中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视角，像这边就是上下水平的角度，那我们可以调整你可以左右移动，那就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们调整成这样，我们调整成右后方视角。那垂直的角度当然也可以调整那左右也一样可以调整天空或者是地上的视角可以移动。那这个视角的部分也可以移那角度越大，当然景物就越多那你角度越小，那变成说你的放大，也要考虑到画质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把它调整成这样，好，90就好还有这个是机型校正的部分机型校正的部分这是单独调整的我可以再恢复成鱼眼的部分那你也可以看到 OK。 那这当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看效果如何然后移回来最初。那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添加一个关键帧在这边，所以它会依序的去留这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慢慢变现在就变成这个状态了。好，那如果说我们在暂停，在这个时间轴这边再加一个那我不是要透视了我要把它恢复成鱼眼，那不同的角度恢复成这个视角。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效果是如何。那它就随时会再转动回来那如果说你两个关键帧的距离时间轴离得越近，它转动的效果，它的等于说它的是过场特效的部分或者是视角的部分，它就会变动的越快。那如果我把它拖长一点，它变化就越慢，那这个效果就你可以自由去设定，所以它才会这个模式叫自由剪接自由剪接的模式。那我们相同的拿回来再播放看看你看这一次就没有转那么快，而是它会慢慢转慢慢转，随着影片时间轴的部分，它的视角会慢慢转动那视角会慢慢转动。那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上这个是鱼眼那我们可以加上它可以变成是一个水晶球或小行星那它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部分来看它变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当然它走到这一格的时候就变成是小行星的部分了那个就变化就不明显，它会变得比较慢。好，那我们把它移快一点来看看现在开始转变了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了。好，那如果我们再把它关键帧再添加一个，好，就是这个添加一个，目前这个播放的时间轴在哪一个，你按了加号，它就会新增加。
好，那点一下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辑。比如说，我把它恢复成这个透视的部分，就是去除畸变的部分。那如果说你要在变化的当中，这时间太久，你可以新增加同样的一个时间，那它变化会比较快一点。当然这个变化你也可以点击这个横线选择它的变化的是哪一种，快进慢出、慢进快出、快进快出、慢进慢出等等的效果。好，我们就把它选择这个好，就是这一段，然后你点击这里就好了。OK， 那我们这里也把它修改成是畸变，透视。那视角我们把它选择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编辑的效果，预览的效果。依序在变化。那在这个变化成小行星的部分会比较短少，会比较拖时间会拖得比较长。然后现在又变回来，现在又变回来这个透视的部分，然后视角开始在转动，然后在这边这个软体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在预览这个 5.7K， 那建议你的电脑最好是要4核心以上的不管是用这个 Intel 的电脑，或者是用现在苹果电脑 M1 系列以上M1 系列以上的电脑都比较可以预览得到。那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你每个左手边这个影片这边有一个自动取景。那所谓自动取景，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自动取景的部分，你点击之后，它会自动生成，它会自动帮你像刚刚自由编辑这样，它会自动帮你取景、取角度。那你可以点击每一个，它会开始跑几趴，它会在背景跑。跑完之后，上半部就会多出来一个，上半部多出来一个。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全景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比例这边有，右下角这边也有在画面的右下角，预览影片的右下角，你可以拆成是1:1，当然也可以是9:16，这手机用的那16:9，好，4:3，或者是现在的超宽荧幕23:9，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这样取景，取景好。那这个是截图，那这个是全屏显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那各位也要切记一点，这个360度预览在最终输出的时候，并不是以那个为主，而是以自由剪接这个，你这边如何去剪接，如何去变换为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绘出的部分。把你剪接好的影片绘出，那你可以按右下角这个黄色的，那影片绘出的设定，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那是要导出平铺的影片，就是一般的普通我们在拍摄的影片，或者是全景影片，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会预设这边，路径档名，那这个可以自己随意更改，那我比较特别要注意一点的是，这个码率，那一般来讲，如果是输出4K 的话，我们码率最少要调到50，最少要50美感。当然，码率越高，画质会越好。那我的建议是，你码率最好调到100，因为可能你要直接输出，那如果是你直接输出要上传，如果说你要再经过 Final Cut 或者 Premiere、Adobe 的编辑软体，或者是 Final Cut 的影片编辑软体，那最好是把码率原片的码率要输出的时候调整成100，
那这个编码格式就 H.24265或者是 Final Cut 的 ProRes 42。那如果说你调整至 ProRes 42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是没有压缩的。那不建议用这个，它空间会占得比较大。那这个解析度你也可以自行调整把它选起来就可以打了，自行调整。那建议马力最好是100。那为什么会这边会谈到这个东西马力的部分，是因为它原片拍的时候，虽然它的马力很高，可是这个还是有它的缺点在，毕竟它的 CMOS 比较小，虽然它有2颗镜头。那画素也高达，号称高达好几千万，事实上所谓进光量还是不够，顶多拍起来跟一般的万把块的手机的画质差不了多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说你要输出 4K 的影片的话，最好还是要把这个马力调整成100以上，那一定要经过这个剪辑软体的再处理，才可以达到可以用的状态。以上就是这个 Instant 360 Studio 2022剪接软体的介绍，谢谢各位。